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另外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钳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美伊又开火了，这场仗到底有完没完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场景，这是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阿曼湾扣押了这一艘挂着伊朗国旗的货船，叫做图斯卡号哦。您看到这个是现场画面。那在6个小时之内，双方对峙啊，开火3次哦。那您也可以看到呢，伊朗当然很生气哦。那川普总统是这样讲，他说美军事前有多次警告他停船。停船，可是伊朗的船员拒绝听从，所以呢，美国的军舰直接在引擎室轰出一个洞，就是朝着这一艘货轮来开火，让他们当场停下来，并且登船去检查。那我们看到呢，包括现在荷姆兹海峡的状况啊，扑朔迷离，有一些船、有一些油轮可以过，可是大部分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包括伊朗的油轮哦，说是突破美国的海上封锁，成功的进入了伊朗的水域哦。这是来自于伊朗媒体的报道，说是有一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巨型油轮已经突破了美国的海上封锁，成功的进入了伊朗的水域。可是我们来看哦，刚刚那个扣船事件，就是美军扣押了伊朗的货船嘛。那伊朗很生气，他就报复美军哦。那用的是什么呢？无人机群，它攻击了多艘的美国军舰哦，现在战损伤不明。那另外呢，美军悄悄的集结了。不是说要谈吗？你怎么又集结了哦？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大战会一触即发哟。美军3艘航舰即将集结，布希号的航舰通过了好望角北上哦，那几天内据说会抵达中东。另外是美军的福特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林肯号也在阿拉伯海持续的待命。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像这样子的集结哦，在周边荷姆兹海峡周边集结的这个天上的侦察飞行的次数，据说激增到每一天是6到7架次，包含了 P8A、RQ4B 还有 E3G 的飞机啊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从卫星上来观察这是从2月底以来第一次针对伊朗目标的钥匙孔成像也大幅增加，所以到底美国打算怎么样呢？要加紧攻击、加紧火力吗？我们来看看，这是中东集结军力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高。美军在这个地方集结了，是2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部署那您看到卫星影像说，美国在这个Diego Garcia 的海军支援设施附近也做了很明显的军事部署。包括什么呢？有一艘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一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一艘鲍勃霍伯级的车辆运输舰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可见的空中力量包括了加油机海上巡逻机还有超级银河重型运输机，以及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还有一架 C130JH 的战术运输机，还有多架的战斗机。所以重兵集结，大家可以透过像这样的图像会让大家觉得说，美国可能不是真的要谈还是说他在极限施压呢？另外，圣地亚哥的全10号2栖戒备群抵达了印太地区，可是呢，也有网友指出来，你航行的好慢怎么慢吞吞航行了1个月才到关岛？那什么时候才会到中东呢？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军其实自己有自己的问题，包括在飞航上面，随着机队老化，还有飞行员流失加速。美军的战斗机库面临了严峻的战备危机，包括像是 F-35这样的现代化战机生产还有部署的速度已经放缓了，还有飞行员退役的速度超过了新飞行员的训练速度人跟武器可能都还要再加强。而另外呢，其实传了很久的五角大厦的内斗现在搬上台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不是无预警的撤换了陆军参谋长乔治吗？那时候大家议论纷纷结果现在证实了2个人爆发冲突那
这个起因是赫格塞斯他频繁的干预军方人事异动哦，所以15分钟的会议，两个人激烈争吵了1个多小时哦，所以这个时机非常敏感，有内斗，有一些军方的问题，可是战争会持续嘛？来请教亮哥。现在伊朗方跟美国的媒体都认为打比谈的几率高了，可是打是不是去打？也不认为是这样，不是直接打，不是会打，会打哦，打完再谈，打完再谈，好，打谈谈。不，因为目前你美国把人家的引擎室给炸了，伊朗不可能没有回应嘛，所以你说要怎样呢？伊朗也炸了一艘印度的船啊，我是认为打的几率还是蛮高的，而且伊朗要怎么打也都已经公开了。就要打你的资料中心了，所以美国去炸电厂、炸桥梁、炸公路，然后伊朗要炸你的数据中心，你认为谁亏得大？数据中心比较亏吧？我跟你讲，那个叫做新门计划嘛 ，Stargate Project， 就孙正义那个，他第一个居然是盖在阿联酋。300亿美元的投资，里面也有那个辉达，也有亚马逊，也有谷歌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你明知道对方要干嘛，你还是让它发生。因为上次的谈判有人说为什么没有结果，有传出几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听说是。J.D. Vance 在最后那一天还要打电话去跟纳坦雅胡报告，有这个说法，就是要跟纳坦雅胡跟川普做报告。那纳坦雅胡跟他说：“你不能忽略我们以色列的利益啊！”而且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了。那以色列事实上还有一天是造成，就是他还在打黎巴嫩嘛，所以川普不是紧急叫以色列不要再打。我觉得这里面有那么多线在拉你就知道要谈是非常困难的了。而且伊朗现在已经表明了，浓缩铀或者是核武是他的国防权利。说按照国际法，不可能要求一个国家限缩他的国防权利吧？然后他又说伊朗不能成为例外。我觉得如果话讲到这里那真的就很难谈了，因为你美国并没有打败人家对啊，对不对？你打一艘货轮算什么？你要打败你美国，明明就已经布阵，已经差不多了，你为什么不打呢？比如说你如果那个哈格岛你不要打，那也可以打他最大的海军基地阿巴斯啊，对，那也是伊朗最大的海港是，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美国好像也是会忧虑了。那这个事实上反映到你刚刚讲到海格塞斯跟陆军的吵架，对，我认为陆军反对了，反对，陆军其实有2种任务他都反对，第一个是有关哈格岛还有霍姆兹海峡周边的地面作战，还有第二个，就你要叫我们陆军到那个伊朗的浓缩铀那个山洞要把它夺走嘛。美国陆军基本上认为这2个工作都是高风险，容易造成重大伤亡，是不愿意啊。坦白讲，我还真的很少看过这种状况我大概在越战有看过了，就美国有一些陆军跟指挥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个闹那么大，我觉得海格塞斯对实际参战的军人我觉得影响力是0啊，零，因为完全没有专业嘛，每天都是替你那边胡说八道所以美国的专业军人不服嘛，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可行而且会终结战争的计划，我没有看到
比如说啊，你跑到外圈围堵，不让那个伊朗的油轮跑到外面嘛，那你为什么不进去炸了？你进去把他的哈格岛整个炸掉，伊朗不是没有办法出船吗？就这个逻辑蛮奇怪的啦，你怎么会想到要用海军呢、而不是用陆战队？直接进去把那个岛给炸，或者用空军啊，所以这个当然会造成一些结果了。觉得你事实上也犹豫不定，那没有成竹在胸，那伊朗当然他的鹰派就会上升嘛。比如他的议长是就被指责嘛，说你怎么可以打开霍姆斯海峡？你被川普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这样搞下去啊，会导致原来谈判的鸽派啊，就越来越不敢讲话。是啊，比如说伊朗的议长，比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是，搞不好还包括 Jenny Vance 本人呢。他想说我干嘛？我讲半天，然后像纳坦雅胡跟川普都要来骂我，对呀，会变成这样啊？是啊，所以不好处理了。对，很难处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结局哦，这个僵局哦，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这个伊朗战争最重要是美国没有一鼓作气啊，结果都是兵力都逐次投入，并没有到那个时候应该全部到位之后啊，谋定而后动，他还没有谋定动了，结果现在那个让这个伊朗战争啊，那个美国没办法收拾，没办法把这个战场做清理。那现在在这个阿曼湾其实是国际水域。那美国做拦截，那换伊朗其实可以办案航行。我靠了我的伊朗的水域，从阿曼湾到阿拉伯海，我靠近我12海里之内航行，完全没有，这是我的领海啊。他不要，伊朗他不要办案航行呢，他就到国际水域航行呢。美国，你看看伊朗还敢对赌，我们就到国际水域，是这样啊。那结果美国那要把他那个这个舰的火炮啊。击中他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他轮机舱啊，他那个他发动引擎室嘛。那换句话说，这伊朗他就有底气哦，我就不要退缩。换句话说，伊朗他是拿主硬，你看他有没有主硬啊？他可以走软，走个权宜之计，他不要权宜之计，可以这个样啊。所以我要认为啊，现在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有3个限制，第一个美国的部署的服务员是有限的，你不管在科威特最多哦，还有在阿联酋，还有在卡达，还有巴林。他这个就太分散了，而且驻地都服务员并没有办法这个大兵力进驻，那你这样的能够对伊朗一举奏效吗？就没有办法。所以美国有这方面限制。那第二个呢，补给线太长太远，你要从美国本土调拨过来，海军太慢来运补这些海上运补，你空中运输太少，那你的架势要非常多，而且有些爆材并不适合做空运，你要海运。那所以美国在这方面补给线太长，那个伊朗一带了，反正这是他的家，对，反正这164万平方公里就是伊朗的国土，他可以在那边机动部署，做内线作战，咱们做调整，看要往北还是往南做这个兵力调动。伊朗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弹性调动是比较灵活，因为毕竟在它的本土嘛，所以伊朗有地缘的优势，它也有所展现。那第3个，我认为美军高层不和，你看这一次福特号啊，它创了20大战以来。这个航空母舰海上执勤的记录，破294天嘛，现在已经要300天了。那这个还要再往后delay。那看出来，美国在这个航母的调拨的这能力似乎有问题哦。为什么？你可以换另外一艘航空母舰，但这不行啊，你还是原班人马。那你干脆原班人马继续在那边做执行吧，是这个样啊。那换句话说，美国的海军部长有个赫格塞斯讲，要调度，要调回来了，要休整了，福特号要休整了。是这个样啊，但是这个赫格塞斯就继续执行，所以才会有那些事情。是。那现在的美国陆军部长也把它弄掉了。你这个没有这个走政治路线，没有走专业路线，应该尊重这些专业军人，因为他们服役军里啊30-40年非常久，他们了解军队。赫格塞斯哪懂？所以变成了政治领导军事完蛋。应该有专业领导军事才可以。那美国走到这个地方，你说这个时候。川普要不要把赫格塞斯换掉？也不行的。但我现在正在寻找，这伊朗问题还没做解决，你现在把它换掉也不对啊。所以就变成了当初用错了人，你就会
整个战略方向就会走错。那现在不是就是这个状况吗？是，据说这个川普这个大发雷霆啊，很生气。来请教老师，我接着讲啊，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打仗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开什么玩笑，人家的命啊，应该谋定而后动嘛，对吧？我们刚刚提到，那么现在的话呢，然后呢，现在就是先动，然后再不谋啊，就出现这个结果啊。我跟大家强调，就是现在连我这个学哲学的都比这个海格赛斯还行，因为我看这个《孙子兵法》讲说啊，故三军可以夺气，将军可以夺心啊，这个三军可以夺气的那个气讲的是士气。你刚刚后来提到说那个福建舰300天10个月没休假了，福特号300天没休假，大家要了解啊，这个美军向来是以福利好著称的。对，那现在你到武汉大学还看到那个美军原来在台湾的宿舍嘛，对，美国眷属啊什么的，尤其那些小伙子啊什么的，在船上一待了这么久，说两句话，那伙食当然大家都传单说伙食也不怎么样，那这个士气很低落，这不说，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又是什么马桶不通啦，又是什么失火啦，什么600多人要打地铺啦，现在搞了就不放假，这个叫做三军可以夺气。那将军可以夺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呢，阵前换将啊，是兵家大忌啊。那么这个的话呢，你事先呢也讲不清楚为什么理由要侵略伊朗啊，跟以色列联合。那么你事后呢，你又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政策，那靠川普一个人的话呢，每天变来变去，讲来讲去，那么这个大家呢，基本上的话呢，所以说那个将军啊，那个兰迪乔治啊，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大概是美国的兵力最完整的一个将军，司令上将啊，那我们原来的话呢，对于美国的这种司令上将，那简直不得了。现在突然的话呢，以极其羞辱的方式强迫退休。那你认为这底下的话呢，这个底下陆军的这些将军的话，海格赛斯换掉了10几个人呐、那你这样子还得了？那你有什么专业啊？有专业就是一个电台主持人嘛，然后呢，全身都是刺青啊什么的，嫌人家胖什么一大堆，用这种羞辱的方式，一旦打仗以后，他的整个士气，再加上尤其是将军的心理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到，美国现在捉襟见肘的情况就发生在这里。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个人大胆讲一下哈，我觉得他们谈和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双方开出来的条件呢，美国是死要面子，大家要了解啊。美国人是没有银牌的，美国人永远是金牌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要伊朗，原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川普还要伊朗无条件投降，他连啥叫无条件投降都搞不清楚。那现在出现的更荒唐了，就是你过来打，因为原来啊，这个你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啊，那美国就跑到人家那个阿曼湾里面去把它封锁阿曼湾。大家知道吗？阿曼湾有多大？那10几艘船在那边封锁，这个情况下来讲，美国现在是进退维谷啊，不晓得是该收起来鸣金收兵呢，还是继续前进登岛？因为伊朗都已经是做了万全的准备啊，就等美国人过来送死啊。我觉得美国这一下子麻烦可大了，他想停也停不了，他想进攻，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没有错，伊朗已经呛香了，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为重启战火已经完全 ready 了，会让敌人经历永生难忘的地狱时刻哦。那伊朗判断这个局势未来会2个方向的这个方向来走。第一个是美方现在不是在集结大军吗？他在为这些军事准备，就是制造心理压力制造这个伊朗的心理压力，以便在谈判的时候多一点筹码。那另外呢，美国他会透过编造谈判叙事包括川普不断的在发这个social media 说我们现在如何，来为突袭伊朗部分岛屿进行掩护欺骗就是一方面发布一些讯息，一方面夺岛或者轰炸你这个岛或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军事的一个突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说，他们现在飞弹发射器的补给速度比战前还要更快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这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个司令，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一段影片，他告诉大家说伊朗的这个飞弹还有无人机发射器的补充速度比美国和以色列开战前还要更快。那当然很多东西都是在做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作战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也公布了说他们的无人机库存哦，看起来非常多哦，说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个是伊朗的军方发布的一个视频，这个包括影片，你都可以看到呢，他们的无人机排得满坑满谷啊，库房里面到处都是无人机。他们说他们制作的这个速度比以前更快也更好。而另外呢，美国对伊朗不是进行了很多轰炸吗？可是伊朗就是回收他们这些未爆弹未爆炸的美国弹药。目前伊朗在做一件事情，他在进行控制爆破，而且研究这一些零件那用在他们自己国内的军事计划。说是伊朗军方工程师已经研发出与美国 GBU-57型炸弹类似的弹头。那另外呢，做一些逆向的工程，因为他们也把一些侦察机给这个击下来，给这个打下来，他们可以去做一些研究，然后 copy 或者是在进行他们自己的武器的一个精进。而另外呢，川普他又生气了，他说这个我们谈判前如果你不停火的话，我会摧毁你伊朗所有的电厂跟桥梁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就发文，他说我们提出的方案很合理呀，你们要接受呀，不然我会摧毁伊朗每一座发电厂跟每一座桥梁，我再也不要当老好人了不过因为川普他经常发这样子的文，所以伊朗可能也是看看而已。所谓的第二轮谈判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呢？美方说现在急着去谈，可是伊朗看起来还没有决定川普已经宣布了20号会派代表团前往这个巴基斯坦重启谈判，那地点呢会在伊斯兰马巴德。可是伊朗这方面说他们没有计划派人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第二轮谈判会不会顺利的进行。而我们看到包括白宫说什么，白宫已经宣布了范斯再一次他们的副总统要参与这一项谈判，而且是由他率团的。纽约邮报说，川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中东特使魏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将跟着这个范斯一起到这个巴基斯坦重启对伊的谈判。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美国媒体说，川普现在非常的焦躁，而且不断的发脾气，包括吼官员数小时那甚至呢，有一些会议这个白宫的这个高层就把他给排除了，因为怕他的情绪失控。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尽管川普在公开的场合呢，还是持续维持这个强硬的姿态，可是私底下他日益焦躁不安反复忧虑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失控。说是4月3号那一天F-15E 被击落嘛，那川普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吼了幕僚好几个小时那幕僚就评估说，这个老大的这个情绪实在太急躁了，不利于理性的沟通，所以在及时的作战会议中就把川普给排除在外，不让他参与，仅在关键的节点才向他汇报进度。那大家也知道呢 ，F-15E 的这个飞行员还有上头的另外一位他们的一样是美军的一个官员美军也是一位美军的战斗员他们被获救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消息是什么呢？他们的伤势如何了？好像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你看到这位主持人就说，白宫应该为这些英雄庆祝吧，而且至少要报告一下他们现在的下落如何，状况如何。现在呢，最新民调有超过60%的美国人反对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以呢，如果川普决定要加大力度的话，美国人会不会起来反战反对呢？来请教亮哥。那个美国众议院就2天前做一个表决嘛，就是总统那个授权战争那个结果213比214，只差1票。其实我觉得到临界点了啦，再下去众议院就不给他授权了。因为众议院是有权利把它收回的所以可以想象川普的焦躁啦。因为找不到体面的退出点嘛，那我觉得伊朗让步的几率很低啦。因为你没有把他打败他为什么要让？而且你要他让，他那个核武浓缩铀就没了。这2点美国是不可能放的啦。所以你这种情况下，
伊朗又把它理解为是他的国防权利，然后你都不处理以色列的核武，你叫我怎么放弃我的国防权利？那我如果答应你，那未来我准备让以色列随便打，所以我觉得伊朗内部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那个伊朗议长啊，还有伊朗外交部长，未来敢继续发言的几率也不高了。因为这个就是谈判的核心嘛，就好像美国要不要对伊朗取消经济制裁一样。所以这个蛮悲剧的啦。所以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谈，其实难谈的主要原因就是川普，对，他爱吹牛。比如说那一天啊，荷姆斯海峡有一度要开放嘛，有一度了。那川普立刻出来又发言，说这样不够，你要叫伊朗怎样？因为已经这么僵了，那有一点点那个往正的方向走，你就要鼓励对方啊。可是他没有这个跟我们赖清德很像啊，10大会台措施全部反对，那这样子怎么谈啊？有点类似这样啊。那还要出来讲，说傅昆萁只卖中国大陆，都没有到其他国家去推广农渔产品，那就不用谈了嘛，我觉得川普把自己的要价越抬越高然后对伊朗做出善意的动作的时候都不正面回应，那老师又说，你看我多厉害，又要向国内邀功。所以讲白了，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谈判者了。我跟你讲他以为说他以前有写过那本小书那本小书才100多页，那个交易的艺术，它的应用事实上是不动产，跟这个政治谈判完全不一样啊。这次的政治谈判是伊朗提出10点要求，美国提出15点要求。并不是一个成交就结束了，一天到晚在想成交。我跟你讲，这个不会成交的啦，因为太复杂了，而且还有一个随时会破局的变数在，就以色列。所以你这怎么弄呢？所以你应该是抓到机会就努力拉近彼此的距离嘛。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并不乐观啊。你看他现在又来说。违反停火协议了，干嘛我要炸电厂桥梁。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国外的领袖不断的在讲话说我要炸你的电厂，要炸你的桥梁，你认为伊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当然说卯足了劲跟你拼了嘛。你看伊朗还招募了那个义勇队要保护电厂，人链要在那边，宁可被你炸死结果竟然可以招募到140万，你去想想这是什么民族啊？你认为如果两岸战争，我们台湾的青鸟愿意站在电厂前面防卫吗？我不怕你炸，所以我觉得双方的意志力都很高了。这种情况下，真的要达到一个妥协点真的不容易了。是。来，将军怎么看？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反而是伊朗站在制高点，因为美国急着谈，那伊朗他不急着谈，他慢慢来，让子弹飞一下，变成这样了，那会造成美国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这个战事告一段落了，美国好重新调整，好重新部署，那回到正轨。现在伊朗他无所谓要玩继续玩。我认为伊朗他有三个底气，第一个，他战场经营，你看看以前的时候。那个伊朗的武器在反正露天停放的，反正这个时候会被摧毁。但是它可以躲在山洞，因为伊朗高原多，山脉多，还有盆地也多，所以它都拿地下化藏于9地之下。那炸山洞，那刚好利用这2个礼拜把山洞挖一挖，大山猫、小山猫、怪手弄一弄又来了。那里面完好如初，外面是已经是这个满目疮痍，但里面呢，完完整整。所以它的战力算是完整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它的现在武器制造已经算是非常方便，因为现在都模组化了，零件只要组一组好了，
不像以前焊来焊去、接来接去、连来连去的。它现在模组化，模组化变成这个组合件啊，一抖起来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伊朗的兵工恢复的速度、生产的速度，很快又回到战争前面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它底气又来了，而且前面消耗的，在短时间一定的这个期程之内都可以补足，这个战力就可以恢复。那这样的话，伊朗它不缺弹药啊。那美国，我们看美国它就变成它要远端而来，从美国本土运过来，或者从其他的国家调拨来做使用，就没有像伊朗在地生产那么方便。那这换句话说，这样子伊朗它可以气定神闲，以逸待劳，美国反而会比较累。那第三个，我认为是因为伊朗的大后方现在目前完整，我们一看呢，以色列也好，美国对伊朗的轰炸都集中在德黑兰的西部。但是德黑兰以东，因为伊朗东边跟西边呢最远的距离啊2500公里，非常远。那这样的话，东边它有战略大后方，战略大后方没有经过什么重大的破坏。因为如果要到战略大后方，那以色列要去攻击，或者美国要攻击，要先飞到1000公里到达伊朗的边境，然后又要到大后方，最后面大后方的2500公里，总共加起来。你的航程单向航程就要将近3500公里，那怎么受得了？3500公里从台湾起飞，要飞到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执行任务，再从贝加尔湖怎么飞回来？2500公里大概是从台湾飞到黑龙江，就已经够远了，因为来回就5000公里，2500公里乘以2就是来回就5000公里。所以伊朗它的国土面积太大，这个兵工厂它就在东方。你想要去迫害、摧毁、轰炸、摧毁，难度太高、太远了。那伊朗在这个方面可以做这个短程的防空飞弹，或者是一些防空的火炮，或者是这种短程的这人吸式的防空飞弹来做拦截，所以也会造成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在这一方面任务的困难度跟高风险，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来看的话，所以伊朗的东方他不怕，这是他的战略纵深够，战略大后方的兵工生产并没有延宕或迟滞，让伊朗在这方面有所底气。好，老师怎么看？我认为伊朗已经获胜了，已经获胜了。那我认为伊朗是这样子，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按照刚刚的消息来讲的话呢，补给飞弹发射器啊，不是补给飞弹啊。光发射器都已经慢慢的话呢，因为美国原来狂轰乱炸的结果，把它挡住了口，把它修一修就可以了。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透光他们的无人机啊，那无人机非常厉害啊，就是让你看我们多得很啊，据说70%都还完好如初。然后第三点的话呢，美国丢的飞弹，连那个什么 GBU 57型的炸弹都被逆向工程也开始搞出自己的。就是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原来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下子没有把伊朗搞垮。为什么要伊朗投降？因为如果伊朗投降的话呢，那中东地区的霸王啊，就是以色列就不再是小霸王。那现在出现了一个结果的话呢，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说，只要美国没有把伊朗干掉，那中东地区的霸王就是伊朗。啊，那就是结果就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当然让这个川普本身的话呢，食不下咽了。他讲话语无伦次。我这边看到的消息就是说，第一个，川普宣布20日将派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重启会谈。那今天就是20号嘛，我们这边20号。那这个伊朗在中间的话呢，那时间来讲的话呢，事先没有准备。原来还讲16号嘞，大家记不记得？那现在的话呢，语无伦次，他讲的没人底下讲。然后第二个，有关于范斯的话更好笑啊。他说不会去啊，就是那个他的女婿库斯纳跟那个威特克夫啊，威特克夫跟库斯纳根本在伊朗的心目中一点信用都没有了啊，因为大家记得这个2月28号发生的炸弹之前，原来讲3月3号在维也纳要讲这个，对不对？那么一点信用都没有了。那现在说范斯不会去，然后白宫又讲范斯会去，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情绪不好乱骂人。我坦白讲啊，川普这个人呢又笨又坏，他情绪一不好的时候会骂人，骂几个钟头我是很难想象。但是这里面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甚至啊，在这个作战会议中将他排除在外。我的天哪，他是3军统帅啊，把3军统帅排除在外，那底下人要听谁的呢？哦，那如果说是听海克塞斯，那更不得了。海克塞斯是美国军方整个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啊，就是说，美国如果没有速战速决解决掉伊朗在中东的实力的话，那伊朗
就是成竹在胸啊，那大家对整个中东地区，伊拉克的民兵啦、什叶派的信徒啦、叙利亚的啦、真主党的啦，那么连哈马斯在内，还有胡塞武装，他们就是发觉抵抗之狐有用了。那你这个抵抗之狐一旦有用以后，那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几百万人上去，哇，那完蛋了，那真完，那真完蛋了，那真完蛋了，那我无法想象啊，真的无法想象啊。对，不过因为战争到现在呢，很多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认为伊朗怎么会这么耐打，他们怎么会这么强呢？于是有很多的说法出来，包括西方有一些军事专家怀疑中国大陆在背后其实有提供一些情资，这是来自于 BBC 的一档节目的访问呐，自由时报拿出来引用，他说中国在美伊冲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透过间谍舰艇监控美军的动态我看了一下这个内文它意思大概是说 BBC 有找来一个英国的军事专家讲说，中国大陆有一艘叫做瞭望1号的一个间谍船它可以在6000公里之外去搜集美军相变应的情报，包括航母打击群啊、驱逐舰啊、战斗机啊、飞弹防御系统。因为这些装备都会留下电子讯号或者是电子指纹他推测中国可能已经搜集了，并且提供给伊朗虽然没有证据，可是他强烈怀疑。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外界也认为中国是这一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因为他没有开任何一枪，可是呢，他可以实际的观摩如何利用 AI 进行目标定位，如何轮换航母战斗群，以及伊朗的廉价无人机如何消耗到美国最昂贵的拦截机所以他可以在旁边观摩，在旁边看，在旁边做笔记。那当川普记得吗？他不断的在叫嚣说我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那时候中国都在做什么？他是在促进帮巴基斯坦促成双方，也就是美国跟伊朗在伊斯坦堡坐下来谈所以呢，这个像是西方的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它是最大的赢家。而另外，我们看到石油美元这个地位是不是在这一场战争进一步的动摇呢？我们看到阿联向美国寻求金融后盾以防改用人民币，他们担心这个金融支撑万一把这个战争把阿联酋推向更深的危机，所以呢，如果美元不足他们说可以改用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而另外呢，北大汇丰学者朱兆一说，美以战争呢已经透支了中东的稳定性，所以人民币的结算现在是渐进式的爆发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动态跟他们的意向在一场战争里面如何的选边站。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大家记得他吗？一头乱发的他其实是川普的铁粉他现在就说美以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呢，米莱甚至呢到这个以色列去访问，他拥抱纳坦雅胡，并且热情的这个大喊说：“亲爱的朋友那另外呢，他还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流泪祈祷那他是挺美国跟以色列的。可是我们看看阿根廷，其实经济还是相当的惨烈它的牛肉消费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很多这个阿根廷人说他们连牛肉都快要买不起了。而另外西班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对于这一场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所以呢跟这个美国还有以色列看起来也有一点翻脸了。现在西班牙正式向欧盟提出终止跟以色列的联系国协议。我们来听听看 Sanchez 的说法。Llevará a Europa la propuesta de que la Unión Europea rompa su acuerdo de asociación con Israel. Y lo vamos a hacer. Y lo vamos a hacer no porque tengamos nada, al contrario, somos un pueblo amigo del pueblo de Israel. Pero no estamos de acuerdo con las acciones que está llevando a cabo su gobierno. Y aquel gobierno que viol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por tanto viola los principios y valores de la Unión Europea no puede ser socio de la Unión Europea. 好，另外一个国家加拿大也对美国投下不信任票，我们来听听看。Many of our former strengths
based on our close ties to America, have become our weaknesses, weaknesses that we must correct.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because we can't rely on one foreign partner. We can't control the disruption coming from our neighbors. We can't bet our future on the hope that it will suddenly stop, but we can control what happens here. We can build a stronger country that can withstand disruptions from abroad. 好，最近加拿大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从106%降成6%。哦，所以你看到呢，这些加拿大人说太好了，赶快，因为他们这样子可以不仅是买中国比较便宜的电动车，还有可能把其他的电动车的价格也一起拉下来，包括特斯拉在内。来，我们请教亮哥。不过它有量的限制啊，有量的限制，只有49000辆5万辆，最多要弄到7万。嗯，所以还是有考虑到市场啊。是。西班牙跟加拿大立场越来越旗帜鲜明了。加拿大快要接受墨西哥人的名言了。加拿大的不幸就是距离上帝太远，距离美国太近。加拿大最近做了很多动作啊，他去参加那个30国的会议，讨论核武在下，结果没有邀请美国，又去参加北欧的北极会议，8个国家也讨论到格陵兰哦，就没有邀请美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都快对着干了。你说那个阿根廷好像很例外啊，因为米莱先生啊，最近刚皈依犹太教。哦，真的哦。对，所以他去了哭墙，好像回到自己的故乡一样，泪流满面。对，那他当然也就是崇拜川普嘛。OK。所以在这个议题上，他是很特殊的啊。实际上天主教大部分都会听教宗的话啦，阿根廷也是天主教国家。是啊。我觉得那个西班牙的立场是最明显啊，而且西班牙立场现在跟中国大陆好像哎，他这次去访问中国大陆，公开讲反对新冷战，反对脱钩断链，我还以为是李强总理啊，还讲到支持中国大陆4个全球协议，那个全球安全、全球发展、全球文明，还有全球治理协议，全部支持哎。这个既然是来自欧洲国家，难以想象。我以为这样的国家大部分会来自，比如说东南亚，或者是中南美洲可能啊，还有中亚啊，结果竟然是来自西班牙。所以我觉得欧洲人跟美国之间的断裂啊，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了。那只是不知道未来会以什么方式来进一步发展吧。不过进一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啦。就是川普有一点，因为这个伊朗战争啊，那跟全世界越走越远啊，然后结果人家发现，你既然连伊朗都打不赢，这个严重了，那你不是纸老虎吗？美国那么强，怎么会连伊朗都搞不定呢？你去想一想，这会有多严重？你如果伊朗刚刚那个岳老师讲的很对啊，你如果伊朗没搞定，伊朗就变成中东格局的老大啊。真的，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嘛。是啊，因为是你动手，结果没把对方打死啊，一样啊。那个关税战，结果没想到把中国给搞大了嘛。对，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就变大。所以这是他始料未及了。对，不过也是历史的必然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岳老师，来看看全世界各国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不一耶。来，老师，我跟你讲，这场战争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美国最在意的事情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石油美元了。我跟你讲哈，从1979年到现在，伊朗也不是不知道美国的软肋就是在石油美元上，而且美国的国家的霸权也好，什么美军多厉害啊，美国梦多好啊，或者说是就是美元。
真的就是大家了解，我们习惯性叫美金啊，就是说它确实是一种通用货币，而且是国际通用货币，可以直接换到石油。那这个绑起来的话呢，所以从1970年到现在啊，这个47年来当中的话呢，美国所有的总统都要打伊朗，但是都害怕万一没有控制好这个风险的话，那伊朗这次的话呢，大大方方就讲出来，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话，当做要以人民币做结算，变成一个通过的条件，这等于大陆就是爽2次。第一次就是人民币结算，第二次也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大家要知道，那个阿根廷的米勒是非常特殊的啊，跑到以色列去拍马屁的话呢，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说该打啊，这个伊朗被以色列加美国侵略，那他讲这种事情的话，这个简直是不可理解。但是真正讲法，你看现在讲到加拿大的卡尼啦，或者说是那个西班牙的桑切斯啊，他们都非常非常明白，绝不藏着掖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话说得清楚呢？因为啊，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啊，这个国际上还是需要公理正义的。联合国的话呢，这个他要维持他起码的尊严啊，还要有人听从啊。主权国家的主权是需要被保障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的话呢，要强调，这个叫世界上还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的。那现在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实话，打到现在50天了，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那个川普参战去打伊朗的目的是什么啊？变来变去，从政权更迭什么的。后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其实有点小孩心态啊，就是玩游戏以后玩到什么时候，玩到他会觉得说，马杜罗都轻松被抓了，那哈梅内伊被炸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伊朗本身就变化了。但天底下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把事情想太简单，但是美国的国运就被你整个拖下去了。真的，这一场误判真的是非常要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中国大陆的瞭望1号有在这一次战争中有出力吗？因为这个瞭望1号这个时候派过去哦，它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侦察舰，又可以做警戒，又可以做侦察。因为现在的打仗都是电磁频谱啊，雷达电磁频谱、海上雷达、对空雷达，然后飞弹的频谱，到各种的无人机的频谱，这无人机到底是用什么波段？那它都通通收，这个收的很多哦，它一天收下来都是几万笔到几十万笔，一天呢，那开玩笑，那都是经过 AI 来判读，然后这比对，那有的是重复的，把它的过滤掉，然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的作战的参考的资讯。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美军看到了这个瞭望1号在旁边呢，一直在那边徘徊收集，他有些就会做电磁频谱管制。这个时候不要发送，一发送就结束，因为这个时候全部是作战频谱。平常的演习是用训练频谱，你收了也没用，我打仗才不用这些训练频谱。但是在伊朗战争这个状态之下，几乎都是作战频谱嘛。这个时候最珍贵的，那赶快就是派这个瞭望1去。瞭望1去之后，那美军这方面的作战行动就是缚手缚脚，他会考量到这个会不会接收，因为上面都是被动接收，除了雷达是主动接收之外，其他都是被动。你的讯号通通进来，包含语音，你人的讲话。空对空，空对舰，舰对空，